總的來說，這款黑莎刀鋒3屬於把輕薄做到極致的磁吸充電寶，隨身不累贅，它的穩定與安全策略完全勝任當蘋果手機的隨身搭檔。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，你們要看的充電寶來了啊！這個名字大家都不陌生了，黑莎刀鋒3這個產品主打的賣點很明確，超薄機身，磁吸無線，有線充電還可以給到20瓦。看參數，它是衝着貼在手機背面當續航外掛這個場景來用的。但是磁吸充電寶這類產品問題從來不在參數表，而是在於吸不吸得牢，發不發熱，功率穩不穩，效率掉不掉。所以這一期我們不急着誇，也不急着猜，先把无線功率、有線輸出、溫升以及真實使用狀態一項一項跑完。刀鋒3到底是輕薄好用還是看着很美？測試馬上開始。白色的包裝盒，充電寶的實拍圖片非常的亮眼，黑莎的 logo， PT 20瓦的 logo， 產品的名稱5000毫安時的標識，背面是規格信息。我們直接打開包裝啊，天地蓋的盒子，說明書卡片有2張，單獨裝在這個裡面的。充電寶本體第一手感非常的薄，線材裝在這個小盒子裡面，為一根短的 CC 線啊，大約是30到40公分長啊。線材上面有保護膜，我們把它撕掉，有一個黑莎的 logo。充電寶的正反兩面都貼了保護膜的啊。淺藍色磨砂鋁製的機身，背面的材質為類親膚材質，同樣是藍色的色調。鋁合金殼體上面有黑莎的 logo， 電量指示燈，背面磁吸圈中央也有黑莎的 logo， 底部為輸入輸出充電口，兩邊有功率標識，功能按鍵設置在側面，整個機身摸起來質感是很在線的，非常的纖薄。這個就是這個產品主打的一個特色吧。厚度僅為 8.5 毫米，高度為102毫米。寬度大約是70毫米，充電寶連包裝重量200克，連線材重量120克，單充電寶114克，線材6克。我們先看它的規格信息，然後再來測試一下這個充電口的快充協議。黑莎刀鋒3超薄磁吸無線充電寶，產品名稱無線充移動電源，產品型號 BPB15，電池種類鋰離子電池，電池額定能量 19.25 瓦时 3.85伏5000毫安。額定容量是3000毫安時，以5伏2安為標準放出來的。輸入功率最高是15瓦，支持9伏的快充輸入。輸出功率最高20瓦。無線充輸出有5瓦、7.5瓦、10瓦和15瓦4個檔位。總輸出 C 口加無線充15瓦功率。制造商深圳明源電玩科技有限公司，中國製造。這邊是認證信息：請勿扔向垃圾桶，可上飛機。3C 認證，循環5年。3C 認證信息咱們放在屏幕上，有需要的可以截圖。咱們再來看一下充電寶所支持的快充協議啊，像20瓦這種級別的充電寶，快充協議是越多越好啊。這樣的話，基本上可以在20瓦以內做到全兼容。有高通 QC 3.0、華為 FCP、華為的 SCP、三星 AFC、展訊的 SFCP、PD 3.0 20瓦、DCP、SAM、Apple 2.4 3個基礎協議。PD 3.0 包含固定檔位2個，最高20瓦功率。這就是這個黑莎刀鋒3磁吸充電寶的無線協議，有 BPP 5瓦、EPP 15瓦，還有 QI2 MPP 的15瓦，這個確實是個彩蛋啊。Apple 7.5瓦，還有米家的10瓦，4個無線協議檔位都是有的。我們來驗證一下這個充電寶的快充兼容性啊，看它能不能在20瓦級別做到全兼容。首先是米家的設備，啟動快速充電，真實功率可以跑到15瓦左右。我們用這一部手機來測試華為和榮耀啊。啟動的是雙閃快充，這個是走的華為 FCP 快充，功率是11瓦左右。我們再來看藍廠的設備，這個應該是走的 QC 的快充，功率可以走到17瓦左右，在這個級別算是可以的了。我們再來看綠廠的設備，這個應該也是走的公版 QC 的協議，實際功率在14瓦左右。三星手機顯示的正在快速充電，也是啟動的9伏的快充檔位，功率也可以跑到13瓦左右。這個充電寶在20瓦級別都可以啟動9伏的快充，算是可以的。我們用5次充放電循環來測試它的能量轉換效率的情況。5次充電全部用蘋果的20瓦充電器，採集數據用的儀表還是智翔的。這個刀鋒3磁吸充電寶，它的5次充放電數據全部都出來了啊。5次充放電我一共用了3個功率，9伏15瓦、5伏15瓦2次，和最後一次是5伏10瓦。前面2次9伏的電壓放電，它是可以放完3格電，餘下的1格它自動的降到5伏，把它放完，是不會斷的，一次性放完啊。充電和放電的數據我放在屏幕上，有需要的可以截圖看一下。放電的時候2次9伏，測到它殼體的溫度最高的時候是36攝氏度，5次充電的溫度基本上都是在30攝氏度左右。
經過5次實測的充放電，我們算出來它的實測轉換效率平均下來是 73.2%。官方規格裡面寫的額定的能量值是 19.25 瓦時，按照这個數據來換算，得出它的平均轉換效率為 76%。最後一次5伏2安，這個是檢測容量的，我們實際放出來的容量是2979毫安時，官方額定的是3000毫安時，這個是沒有虛標的。這就是這個充電寶能量轉換效率的所有情況。這個黑鲨刀鋒3，我再一次把它充滿了。這一次我們就要做無線烤機測試了。前面協議測試的時候，我們看到它有一個 QI2 的15瓦功率檔位，我們就用這個負載儀來拉它這個15瓦長時間的負載輸出，看它能不能堅持下來啊。進行烤機之前，我們先看一下它的自充曲線。這個充電寶它自充是啟動的9伏的檔位，功率是15瓦。這個15瓦的自充功率可以持續1小時6分鐘左右，然後逐漸的下降功率，直到充滿電。整個功率曲線15瓦持續很平直，下降功率的曲線也很平滑。從0到100一共耗时1小時50分鐘左右，跟我們前面5次循環自充時間都是差不多的。大家看這個負載儀上位機啊，我已經調好了13伏的電壓檔位，15瓦的功率。倒計時開始啊！大家看一下這個負載儀實時錄屏下來的畫面啊，在8分鐘左右的時候，15瓦的功率就斷了。這個時候用熱像儀測到它表面的溫度是34攝氏度，這個是啟動了它的保護機制。15瓦能輸出，但是只有7分鐘左右的輸出能力。這個測試表現已經明顯好於某品牌的 QI2 認證磁吸，還有某米的宣傳的所謂超薄的15瓦磁吸充電寶。這兩款產品我前面都有測試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現在是這個充電寶的 7.5 瓦烤機啊，我們接着15瓦來，把功率降到 7.5 瓦。現在是1小時42分鐘的位置，我們還是計時半個小時。大家看這個倒計時啊，已經過了30分鐘了。我們來看上位機錄下來的視頻，這一次烤機就證明這個 7.5 瓦輸出是完全沒有任何問題的啊。我也檢測了一下它表面的溫度，7.5 瓦輸出30分鐘。表面溫度為 32.5 攝氏度。經過前面的烤機測試，這個刀鋒3磁吸充電寶還有3格電量。我們現在就是實際充電測試。首先是無線，我們用這個16 Plus， 目前電量是 9%， 還是老規矩，以半個小時為基準來做測試。磁吸力度還是可以的。充電動畫也可以開啟。我們倒計時開始，已經大約過了40分鐘了啊！剛才去忙其他的事情，一忙就忘記了。我們先看這個充電寶表面的溫度，檢測出來是 30.5 攝氏度啊！現在是32個電，這個速度的話，40分鐘下來，大約是每分鐘充 0.58 個電量啊！30分鐘下來的話，大約給這個手機補電 18%。像這種速度的話，就是一個 7.5 瓦充電的效果。為什麼它有15瓦，而蘋果手機不接受？就是因為它沒有經過 QI2 認證。如果是認證的話，這個手機是可以啟動15瓦的快充的。關於磁吸充電寶，還有一個測試是各位老鐵們一直要求我做的，以後咱們每個磁吸充電寶測試的視頻都要增加這項測試啊，就是磁吸的時候接有線能不能順利的切換到有線快充。我們先啟動它的無線充電，這個時候我們接上有線，大家看一下，插上去自動的切換到有線20瓦的快充。嫌充電慢的話，我們可以把它吸在手機背面，接有線來進行充電，這個速度就要快很多了。而且在有線充電的時候，我們拔掉線材，它可以自動的切到無線充電，這個功能好評啊！我們現在這項測試就是來看一下它的有線充電和文波的情況。我們用這個15 Plus 來測試有線充電啊，這個充電寶是滿電的情況，目前這個手機的電量還有 6%。我們充電採集數據，這個黑鲨刀鋒3磁吸充電寶內部的電量全部都耗完了，這部15 Plus 已經 70% 的電量了啊！我們看一下充電曲線圖，足20瓦的功率啊，一共持續了28分鐘，然後後面就降成了5伏的基礎功率，一直把這個充電寶的電耗完，53分鐘時間充進去64%的電量，這個充電效果還是可以的。這個是大屏的蘋果手機，小屏幕的蘋果手機從0到80都是夠用的。現在我們就是要對這一個黑鲨刀鋒3磁吸充電寶做文波測試，這是各位老鐵們最在意的數據，也是這個產品值不值得我向大家推薦的一個重要數據啊。5伏3安15瓦功率，文波最高的時候是 28.2 毫伏，平均文波 25.3 毫伏左右。9伏 2.22 安20瓦的功率啊，文波最高的時候是 59.5 毫伏，平均文波 54.6 毫伏左右。
文波表現很不錯啊，很直，沒有波動。兄弟們，測試片到這裡，這款黑鯊刀鋒3磁吸充電寶可以先給出一個比較清晰的定位總結。它最大的特點就是 0.8 厘米的超薄機身，日常出門、通勤這種隨身帶、隨身貼的場景確實非常友好。容量方面表現很誠實啊，整體的平均轉化效率 73.2%， 按官方換算的話，平均效率大概在 76% 這個區間，屬於正常的水平。無線這一塊，我們重點看的是穩定性，它在 7.5 瓦檔的表現是非常穩的，連續跑30分鐘沒有任何壓力，壳體的最高溫度也就32攝氏度，屬於比較舒服的溫控。而在4-5瓦功率檔位的烤機測試裡，這個充電寶會積極的做保護與策略調度，4-5瓦只能堅持7分鐘左右就會結束，殼體的最高溫度在34攝氏度，它更偏向把溫度和安全餘量放在前面。蘋果無線充電體驗方面，15 Plus 半個小時補電18格，整體符合 7.5 瓦檔的充電節奏。如果你特別在意無線的4-5瓦檔位，那就更需要關注是否具備对應的認證和握手條件，這類差異更多是蘋果生態規則帶來的。有線方面，15 Plus 實測20瓦，可以持續28分鐘時間啊，53分鐘可以補64%的電量，整體符合它輕薄隨身關鍵時刻補電的一個定位。它的文波表現非常優異的成績啊，無懼對我們手機的傷害。總的來說，這款黑鯊刀鋒3屬於把輕薄做到極致的磁吸充電寶，隨身不累贅，它的穩定與安全策略完全勝任當蘋果手機的隨身搭檔。至於這個產品另外一個很重要的賣點，塗層式高密度鈷酸鋰電池，這個梗留到拆解篇給大家細講。測試為了了解，猜是為真相，認真車載客觀輸出。我是李火車載，非常感謝各位兄弟們一直以來的支持和鼓勵，有你們的陪伴，才有我一直猜下去的動力。這期視頻謝謝大家觀看，咱們下期視頻再見。